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填表纠纷，但是深挖下去能让你脊背发凉的事儿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中文网前2天发了一篇报道，标题写的那叫个委屈巴巴呀，说是在即将来临的澳大利亚人口普查里，有一群拥有香港背景的人士深感强烈不满和被忽视。为啥不满呢？因为澳大利亚官方的统计规则决定，在族裔追溯这一栏里，他们依然会被认定为华人，而不是单独的香港人。这报道一出海外某些圈子瞬间就炸锅了，各种哭诉我们被同化了，我们的独特身份被抹杀了，澳大利亚官方不尊重我们。哎呦喂，这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这有些人看到这种新闻呢，很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澳大利亚表格设计的太死板了呀？人家想写自己来自于香港，你让人家写不就得了吗？各位，那如果你只是看到了填表，那就太小看这帮人的折腾劲儿了。事实上呢，这只是这群移民在海外的某些港人在当地上演的无数出荒诞闹剧里最新的一幕罢了。这帮人在国内混不下去，跑去英美澳等西方国家天天嚷嚷着要搞所谓的身份认同，甚至在海外大搞特搞各种荒谬绝伦的建国独立闹剧。咱们先花2分钟把这个填表争端的硬核事实给撕开那这帮跑去澳大利亚哭诉的移民嘴上嚷嚷着澳大利亚不尊重我们来自香港，营造一种好像这香港2个字在普查表上被禁掉了一样的被害妄想。但只要你查一查澳大利亚人口普查局的细则你就会发现一个打脸的事实，在普查表里的出生地那一栏本来就单列了香港，你出生在香港，你大方填香港，没有任何人拦着你，也不违法。那这帮人到底在闹腾什么呀？他们真正不满意的根本不是表格难填，而是他们想借着澳大利亚官方的法律文书，把香港人这3个字从一个地域概念硬生生篡改成为一个脱离华人的独立血统族裔。各位，这有多荒谬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出生在北京，爱吃炸酱面，有这个北京户口，这是你的地域身份和文化习惯，但是你的血统族裔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是华人。如果有一群移民去美国的北京人跑去美国人口普查局要求把北京人单列成一个与华人平起平坐的独立血统族裔，还嚷嚷着我不认同我是华人，我只是北京人，你是不是觉得这群人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这帮移民港人干的就是这种荒唐事。在全世界通行的统计学里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人代表的是居住在香港的群体，是一个标准的地理与行政区域概念。但是海外某些游说团体非要披着希望被看见的弱者外衣，逼着澳大利亚政府把香港人设为独立族裔。一旦澳大利亚官方同意了，就等于在法律制度层面默认香港人可以被视为区别华人的另一群不同血统的人口。这根本不是什么求尊重这叫用技术性的手段搞渐进式的民族切割。这帮人在澳大利亚为了一个表格是撕心裂肺背后真正暴露出来的是他们移民海外后极其惨淡、极度焦虑的生存窘境。那前几年呢，这帮人被西方的几张特别签证和宾欧护照一忽悠就跟丢了魂一样就是变卖家产、拖家带口往英国、往澳洲跑。那去之前呢，脑子里全都是粉红色的泡泡，觉得自己一落地就是人上人，喝着红酒，吃着牛排，继续当他们的中环精英。结果一落地现实直接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在香港呢，你是西装革履的金融男，体面的老师。到了澳洲，人家根本就不认你的学历资质，英语又烫嘴，最后只能去干嘛呢？送外卖、开网约车、后厨洗盘子、超市搬砖，职业断崖式下跌，落差大不大？想融入白人圈子吧，人家白人老爷眼皮都不抬一下。你黄皮肤黑头发叫得再大声，在人家眼里也就是个抢福利的外乡人。甚至当地人都烦他们觉得这帮人一窝蜂的跑来把这个房价炒高了，把公共资源全挤占了。在当地华人圈子呢，爱国华侨谁搭理这帮数典忘祖的玩意儿他们自己内部也是天天互撕那先来的嫌弃后来的抢饭碗，后来的骂新来的招摇撞骗。所谓的互助会最后全部演变成了坑手续费的套路。
混到了这步田地啊，两头受气，他们心里那个慌啊，他们太需要一个定制标签来给自己壮胆了。如果不给自己贴一个特殊少数族裔的标签，他们怎么去跟西方主子摇尾乞怜呢？啊，主子你看，我们和普通的华人不一样哦，我们可是特殊品种，快来保护我们，快给我们发救济金吧。那股子寄人篱下还要强行给自己加戏的卑微劲儿，真是看着都替他们脸红。那如果说在澳洲争普查表格只是一出小闹剧，那么这帮人在海外搞的各种独立甚至建国的戏码，那就彻底沦为了当地地缘政治里最大最滑稽的笑话。这些年来，这帮逃跑去海外的乱港分子在大本营香港被香港的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这两把利剑彻底肃清之后，就彻底失去了在本土作乱的可能。怎么办呢？那为了继续向西方的反华金主套取经费，他们开始在海外搞起了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小剧场建国成立什么影子议会与海外临时政府。几个流亡在英国、澳洲的乱港分子凑在租来的地下室或者咖啡馆里摆几把椅子，挂个旗子，就大言不惭地宣布成立了所谓的香港影子议会或者海外临时政府。今天发个联合声明，明天下了个政令，自封为总理部长。哥们儿，这个戏码连街边的儿童过家家都不如呀！这帮人最核心的套路就是建国是假，敛财是真。他们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开通众筹账户打着筹集建国基金、建立海外流亡基地的旗号，会有那些同样脑子不清醒的海外小流和老移民掏钱。今天众筹买个办公楼，明天众筹办报纸，结果钱一到手，几个头头转头就去买潇洒去了。剩下的粉丝在评论区里是抱团取暖，抱头痛哭呀。这还不算完，他们还能用彩色打印机给你搞出香港国护照。会有粉丝说，只要现在打钱，将来建国了，你就是开国元勋，优先给你落户。结果呢，还真有那种脑干缺失的死忠粉拿着这种跟玩偶一样的自制护照去过海关，直接被人家当地海关当场摁倒，使用伪造证件带走。各位，你们品品这个画面一群澳洲连个人口普查选项都混不上的底层流民，挤在这个漏水的出租屋里，一边吃着泡面，一边在键盘上疯狂的隔空建国，对着1万多公里外的铜锣湾指点江山。这个画面除了给西方政客当个饭后笑话，给他们自己骗点生活费，那对于庞大稳固的中国香港来说，连一朵浪花都掀不起来。咱们再往深了扒一步这帮人明明知道自己是个笑话，为啥还要硬着头皮演到底呢？因为在西方那套体制里这简直是一门稳赚不赔的好生意在欧美澳，现代社会治理最流行什么呀？按标签分蛋糕。只要你能把自己包装成被压迫的弱势群体，你就能在西方社会撕开一个巨大的财富豁口。一旦香港人真的在澳洲成了独立族裔，那这帮搞事的头头脑脑立马摇身一变就会成为族裔领袖转头就能找澳洲政府伸手要钱。看到没？我代表10万香港族裔，快给我批几百万澳元的文化保护基金。然后呢，拿着选票去跟政客做交易。你给我发个领袖勋章，我让手底下的人把票投给你。最肥的还是那些西方情报机构和反华基金会的黑钱。你跳得越高，闹得越欢，把民族切割搞得越响亮，反华金主的狗粮就撒得越欢。看明白了各位，什么文化认同什么追求自由全是生意。这帮所谓的海外领袖就是靠着把移民的普通港人当成人质，靠着打碎中华民族的统一认同，来向西方社会要钱要粮。那些跟着瞎起哄的去填表哭诉的普通人，不过是人家手里面攥着的筹码和人头数罢了。那最后呢，咱们再说回澳洲普查局人家这次为啥死活不屈服，依然坚持要把他们归为华人？这说明了2个极其扎心的真相。第一，在真正的国家行政机器和统计科学面前，你几个跳梁小丑撒泼打滚是没用的。还有第二西方主子心里跟明镜似的，利用你当个棋子，恶心恶心中国还可以，但你真指望老子动用国家级制度来给你这一套民族切割背书？你算老几你还不配。这帮移民海外的某些人在香港有好日子的时候亲手把自己的家给砸了，
逃到西方以为能当洋大爷了，结果沦为社会的最底层。那现在呢，只能靠着在表格上找找存在感，在出租屋里搞搞隔空建国的大梦，把一场滑稽戏演变了全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人永远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块肉，这是刻在基因里、写在历史书上的铁证，更是14亿中国人不可动摇的底线。那一套想靠着几张破表格、几个众筹网站就把香港切割出去的幻梦，随着东方明珠的日益繁荣，早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历史的大车轰隆隆向前狂飙，几只螳螂挡在车轮前张牙舞爪，谁会在乎呢？就当看马戏团表演啦。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啦。各位，那对于这帮海外小丑的滑稽戏，你们有什么想聊的呢？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